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时间不是创可贴，爱才是。那天的生日直播里，诚意歪着脑袋蹦进镜头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果果们好呀，这状态跟几年前那个在镜头前紧张到搓手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要知道，这位哥可是经历过娱乐圈大风大浪的种，能从一个诚惶诚恐的新人变成现在这个敢在镜头前撒娇的老油条，粉丝们的功劳可不小。还记得张智霖老师评价他1年级时的状态吗？就俩字儿：诚惶诚恐。那会儿刚靠青云志有点名气，结果2年空档期直接凉凉。好不容易靠司凤翻红，云歌会那档子事儿又给他整 email 了。键盘侠的唾沫星子差点没把他淹死，这哥愣是咬着牙挺过来了。不过打那以后，他就像个受伤的小动物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。直播时总说我们一起越来越好，听着挺暖心，实际上心里指不定在想，你们哪天走了，我也理解。娱乐圈就是这么现实，今天你是顶流，明天可能就查无此人。诚意比谁都清楚这个道理，所以莲花楼爆红后，他反而更忐忑了。尖叫之夜，他望着台下那片绿海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这场景，搁谁看了不心疼？他心里肯定在嘀咕：他们爱的是我，还是李莲花？这种不安全感，就像谈恋爱时总担心对方是不是真的爱你一样，折磨人的很。转折点出现在湖南元旦晚会，那天粉丝们围着他喊哥哥，这哥突然就绷不住了，皱着小鼻子笑得那叫一个甜。好家伙，几年了，头一回见他露出这种被宠坏的傲娇样。要不说粉丝的爱是良药呢，这剂药下去，他心里的冰碴子算是化了不少。要说彻底破防，还得是的尖叫之夜。全场粉丝扯着嗓子喊我爱你的时候，这哥的眼神唰的就亮了，跟迷路的小孩终于看见家的灯似的。打那以后，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生日直播敢挥着小手撒娇，说话也敢放开了，未来路很长，我们一起慢慢走。这话听着平常，可搁以前的他打死都不敢说。为啥？因为现在他信了，信这群傻姑娘真的不会丢下他。键盘侠总爱说流量稍纵即逝，可诚意的果果们用实际行动对回去了，爱是创可贴，专制不服。5年时间，键盘侠留下的伤疤没被时间抹平，倒是被一场场绿海给捂热了。这剧情比那些狗血剧可带劲多了。要说这哥现在有多放松，看看他最近的直播就知道了。以前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，现在敢对着镜头做鬼脸，还敢跟粉丝开玩笑。有次直播他差点说漏嘴，赶紧捂住嘴巴的样子，活像个偷吃糖果被抓包的小朋友。粉丝们也是够损，弹幕刷得飞起，哥哥别装了，我们都看见啦。娱乐圈的爱情戏看多了，反倒觉得诚意和粉丝这种双向奔赴更动人。没有剧本，没有台词，就是一个受伤的灵魂被一群傻姑娘用爱一点点治愈的故事。这剧情可比那些动不动就车祸失忆的偶像剧真实多了。要说最绝的，还是粉丝们给诚意准备的那些惊喜。有次活动结束，这哥刚出会场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，整条街的灯牌都是他的名字。当时他的表情就跟第一次收到情书的小男生似的，又惊又喜，还带着点不好意思。事后采访他还嘴硬，太破费了，下次别这样了。结果转头就在微博发小作文，字里行间都是藏不住的嘚瑟。现在的诚意跟几年前那个把自己裹成粽子的小可怜简直判若两人。直播时敢素颜出镜，敢跟粉丝唠家常，甚至敢自黑。有次他指着自己的表情包说，
这谁啊这么丑？粉丝回怼，你呗。他居然还乐呵呵的点头，说的对。这互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家人在斗嘴呢。要说娱乐圈最神奇的关系，明星和粉丝绝对能排前3。程毅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治愈一颗受伤的心，不需要什么高大上的心理治疗，一群真心爱你的人就够了。就像他常说的那句话，慢慢易慢慢，慢慢易灿灿。这歌现在算是明白了，只要它好好开花，清风自然会来。程毅时间不是创可贴，爱才是。等待赴山海消息的空闲里，反复看这次的生日直播，心里萦绕着一个念头，却不知道用怎样的文字才能准确的表达，只能说我发现程毅真的变了。好六刚开场的时候，张智霖老师用一个词很精准地表达了程毅1年级时的状态：诚惶诚恐。我想说，这其实是他很长时间里面对媒体和粉丝的一个状态。青云志被熟知之后，到1年级，他拥有了第一批粉丝，却在各种原因下出现了2年多的空档，随之便失去了一些粉丝。直到琉璃的播出，他对纯情司凤的精准演绎为绿海迎来大量的2代果果，却也因为云歌会这场无妄之灾一夜之间掉粉无数。这次不公的职场霸凌，试图用无数的键盘打碎那个少年。伤口会愈合，但伤疤依然在。时间不是创可贴，爱才是。从那之后，他的身上有了一种自我保护的结界，笑容少了很多。不是疏离，不是冷漠，他依然真诚，却不敢敞开心。他怕打开了自己，会遭受更大的创伤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知道粉丝的爱是短暂的，会随着时间、舆论或者各种外在的因素而消逝。所以他永远只会说我们一起越来越好，会说让我们照顾好自己的生活，会说剧播的时候如果你们来看剧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会说有我们看到他很幸福，会真心的感谢粉丝。莲花楼之后，他曾说他早就有心理准备，现在拥有的流量会有消失的一天，粉丝也有离去的一日。爱奇艺尖叫之夜，他望向舞台，眼里闪烁着泪光，有感动，有感慨，还有更多的不确定。他不知道这份热烈的爱，这一片绿海属于程毅还是李莲花，能持续多久？湖南元旦晚会，从酒店到上车的距离，汹涌的爱意，排山倒海。他几年来第一次皱起鼻子，露出被宠溺的有一点点傲娇的笑。那个发自内心开心的哥哥，终于被果果们一点点宠回来了。他的心被捂热了，他的结界在松动。从那时起，他才慢慢的又有了肆无忌惮的大笑。的生日直播，他有些紧张，有很多感动，几次红了眼眶，哽咽，却也给了我们很多力量，告诉我们坚持梦想，不放弃。但他的结界依然残存。直到的尖叫之夜和星光大赏，他看到全场为他而来的绿海，他的眼神里是确定的幸福。声声表白响彻整个场馆，程毅，我爱你，哥哥，我爱你，秋水哥哥，我爱你，程毅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他撒娇般回应着爱意，他这一次无比确信，他的果果们爱着他，他的果果们会宠他，会给他最坚定的爱，最长久的陪伴。这一夜，我知道他已经彻底走出所有阴霾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身上的结界消失了。他不再需要那些外在的坚强，他的心被爱填满，有了新的力量和铠甲。今年的生日直播，他调皮地挥动着小手，歪着头，满脸笑意进入镜头，轻松自在地说：“果果们好。”他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明媚，清澈见底的眼睛里有明晃晃的爱，穿过屏幕与果果们长久而热烈的爱碰撞出璀璨的烟花。他毫无顾忌地张开怀抱接受爱。他义无反顾伸出双手给予爱，他没有说一起越来越好，他却说未来路很长，我们一起慢慢走。他终于笃定我们会一直陪他，
是果果们用一次次爱的奔赴给了他确定的爱，让他彻底打开结界，让他确信无论他走得快还是慢，路好走还是难走，都会有果果们一直的陪伴。爱总是荒唐又浪漫，慢慢亦漫漫，漫漫亦灿灿，我们一起慢慢走，用剩下的悠悠岁月永远守护。